说吧。你一直怀疑我3年前有一个秘密，对吗？对。我一直不告诉你，有不告诉你的理由，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我好。这一点你应该相信我。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了，那就失去了隐瞒的意义。告诉我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所以，我求你了，我恳请你不要再查下去了。那就是说，我被欺骗了，对吗？静雅，我有心理障碍，我有好奇心，这点我承认。可刚才既然你说了，为了我好，那这件事儿就肯定跟我有关系。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被骗，我想知道我是怎么被骗的。我想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离婚有没有关系，否则我什么都干不下去，我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你告诉我，如果你不说，我一定会继续查下去，直到查出真相为止。怎么一个人啊？白志勇呢？他有事儿。有事儿？不会是因为我离了婚，怕我追求他，故意躲着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要是追他呀，他巴不得呢，他还不得乐死啊？他真有事儿，应该是家务事儿吧？不会撒谎就别编。嗯？他今天约了景雅谈事儿。你说这小子，他跟你说了，还非要让我们保密。猜对了。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这儿的。我去找你的领导，找你的父母，找你所有的同事，让所有认识咱们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。白志勇，你想干什么？狗急跳墙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我讨厌欺骗，我要知道我为什么被骗，这就是我想干的。我要知道真相。我确实恳请了警察和同事，让他们撒谎了。我想隐瞒真相。3年前，确实有一个真相，一个残酷的真相。3年前，我被人强奸了。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我加班很晚，我打电话让你来接我，你在打德州扑克，态度很不耐烦，让我自己打车回家。我下了出租车，在小区门口被2个人绑架，塞进一辆车里，开
来到了郊外，在车上，那2个人跑了，我当时就报了案。从公安局做完笔录，已经是凌晨3点多。我回到家，你还在打牌。那天你彻夜未归，所以这件事你丝毫没有察觉。这2个强奸犯前几天刚刚被抓住，3年了，3年零3个月。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。那天很冷，我一直在抖。从公安局回到家里，热水澡、仰床被子，4个小时，一直到天亮，我才停止抖动。我曾经幻想这个案子永远都不要破，这样警察就不会来找我，我就不会再想起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一切，就会永远忘掉这件事情。我还幻想过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就不会有这样的面对面，这样的谈话，这样的记忆。为什么？白世勇，你为什么非要知道这一切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一切。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？为什么？白日勇疯了，彻底疯了，怎么劝都劝不住，上刀山下火海的，非得查这事儿。要让他这么魔怔下去也不是个事儿。也不知道白日勇这事儿查到什么份儿上了，也不知道这个景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还真是挺吊我胃口的。但愿吧，但愿他能查明真相。查明真相，一定是好事吗？
个晚上过去以后，我想了好多天，有一个特别固执的想法在我脑子里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知不知道，都不能改变这件事情的结果。我不想两个人去承担这种痛苦和折磨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你知道了这件事，肯定会把自己折磨得难以自拔。仅仅是为了不让我痛苦。与其两个人受折磨，不如让我一个人来承担。这次抓到这两个人，我又恳请了公安局和知道内情的同事，这件事情要继续保密，尤其是不要告诉你，不要告诉我父母，否则这3年的保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要不是警察按当年留的家庭地址来找我，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你的固执，因为你的倔，你还是知道了这件事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睡不着，是吗？嗯。天快亮了吧？闭上眼，努力睡。醒了，来，吃早餐。我要去上班。休息一天吧。我想让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，不再折磨我，也不再折磨你，这样对我们都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会强迫自己忘掉3年前，忘掉昨天夜里我们的谈话。
所以，我想去上班。来，趁热喝。啊。别哭了，快吃。老白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在等你。等我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关机。我知道你在上课，所以在这儿等你。终于水落石出了。打死我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儿。景雅，那么单薄的一个女人，心里竟然藏着那么一件大事儿，还瞒了那么久。人不可貌相。天雅说，她想让这件事儿尽快过去。谈何容易啊！这种事儿是真正的心口上的伤，隔了3年又被撕开，怎么可能轻易过去啊？我想帮她，可是，你们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一种方式，这段时间先不要去找他，离他越远越好，尽量少见面，见了面也绝对不要提这件事情。可是假装这事儿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装傻充愣，恐怕也不好吧。我倒觉得，应该勇敢面对这件事儿，手起刀落，以毒攻毒什么的。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。多陪他，多跟他聊，不回避就聊这事儿，让他释放得快一点。你说呢，老白？以我对景雅的了解，这件事不能藏着掖着，不能回避，否则反而会让她觉得更严重。我得去找她。去见景雅之前，把你的胡子刮掉。我先走了。景雅，是我。开门，我知道你在家里。景雅。景雅，你开门！你不开门，我就这么一直叫下去。景
石阳，你开门，我知道你在家里。你为什么不开门啊？你为什么不见我？我说了，我想让这件事情像没发生过一样，我想让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，所以，我们还是尽量少见面吧。蓝天瑜用了一个词儿，以毒攻毒，我觉得对。你不应该回避，想跟你直白的聊聊这件事儿，反复聊，不遮掩，聊累了，聊烦了，这样这件事儿才能过去的快一点。聊吧，看你这方式管不管用。那天晚上，因为我去打扑克牌，没能去接你，出了强奸，出了强奸那件事情，你既然不想藏着掖着，就不要回避这个词。出了这件事儿，你心里是不是特别恨我？当时恨了2年，离婚以后好多了，不恨了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当初我才坚持跟你离婚，因为只有离婚，才让我觉得我报复了你，才能消除这种恨。离婚以后，你到处炫耀你所谓的追求舒坦的各种理由和说法，大部分我都反对。但有一句话我是同意的：过去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。所以把痛留在过去吧。夏雅，对不起。我当年之所以隐藏这件事情，就是不想看到你这副痛苦的表情。我不想听到你对我说对不起。你那么骄傲，那么潇洒的一个人，说对不起3个字，我会难过。所以，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。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想了好几天，只有一条路，唯一的一条路，没有选择的一条路，就是尽快忘掉那个夜晚，尽快的让这件事情成为过去。人要活着，就要学会把不愉快的东西尽快的埋藏起来。
是坚强，这跟坚强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本能，这是人的本能。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很深很深的埋藏了起来，只不过这一次又被挖了出来。但是我依然相信，它还是会过去的。小梅姐，签下字。谢谢。姐，这个月的流水。哦，谢谢。你还记得我以前说过，清雅3年前曾经打掉过一个孩子吗？那个孩子是他被强奸以后3个月怀上的。孩子的父亲肯定是我，但当时他觉得自己身上脏，觉得对不起我，导致他最终做了流产。他不要这个孩子的理由，我想了无数次，可怎么我也没想到，竟然会是这样一个原因。小梅，这一切太残酷了。我感觉我已经没有了力气去面对，而那个逝去的孩子，景雅一点责任都没有。如果有责任，是我，是老天。是他妈的命运。黄九红，哎，还
认识我吗？华晨辉我都能认识你啊，陆倩。这么巧啊？不算巧，这是我工作的酒店。有空吗？一起喝杯咖啡。我知道你今天去法院作证，我想陪你去。公安局的同志已经安排得很周密了。我不放心，我还是想陪你去。你居然还单身，全滨海市的男的都瞎了眼了啊！还是因为你要求太高啊，挑三拣四的。都不是啊，一直在积极寻找，确实没有合适的。那还是因为你要求太高。你怎么样啊？一切都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太太半年前去世了。早上没吃饭，先吃点饭吧。你看，吃哪个？你一会儿要上法庭，万一待的时间长了呢，你会饿的。这种环境，我怎么吃得下呀？那儿有个休息室，我看了，那里边能吃东西。我刚才问了，不会马上叫我来。走，咱去那儿。哎呀，白志勇，你就别逼我吃了好吗？好，不吃。还有，一会儿你进去了，如果那2个犯罪嫌疑人在，你不要看他们，眼睛尽量看着律师和法官。我怕你看着他们不舒服，会紧张。要不然，我去问问，能不能让你戴副墨镜？你这么一说，我现在就开始不舒服，开始紧张了。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放松，放松。白志勇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你先坐，来，坐那儿。你喝点水，吃点东西。我直接给你买了面包，好几种馅儿的。白志勇，你不用这么婆婆妈妈的吧？你不用像做了亏心事一样，小心翼翼的看我的脸色，像保姆对孩子一样的照顾。这叫以毒攻毒吗？这好像你一直在提醒我，你受了伤害，你受了伤害，你很惨。我当初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怕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。
我年轻的时候喜欢你，就是喜欢你的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，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，哪怕有一些匪气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妻子，我可能会有些怨言。可是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很佩服你，也很羡慕你。白志勇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为了照顾我而改变自己，好吗？3年前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我发现，人有的时候比自己想象中的要能扛事儿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公安局做笔录，我看到了很多的事情。一个年轻姑娘被抢劫，摔倒在人行道上，重度骨折。她紧紧地抓住男朋友的手，强忍着自己的泪水，强忍着疼痛，微笑着，反过来去安慰她的男朋友。2个15岁的少年，为了抢夺一个价值几十元的游戏卡，而被捅成重伤，满身鲜血。一个6岁的男孩，被他有家庭暴力的父亲打得左肩关节整个反扭过去。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不幸、鲜血、伤痛，还有坚强。我坐在那儿，突然想到，我们俩看电视的时候，那些名人明星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，都说的一句话：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还嘲笑过这句话，觉得假、虚伪，觉得做作。可当时，我就是用这句话来劝自己的。人活着，有些苦难是回避不开的。我一定要给自己迅速找个理由，让自己尽快的超脱。我跟景雅谈了好几次了，每次都直言不讳，不回避强奸这件事儿。我觉得景雅好多了。看来这个以毒攻毒的方案还是对的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？景雅好多了，可你却越来越不好了，对吗？双眼迷茫，神情黯淡，说话无精打采的。你是不是还过不了这个坎儿？
在他面前，我也是强撑着。别想太多了，非要想，就想想景雅的坚强。你说的对。以前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自信、很想得开、很看得开的人，可现在我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，讨厌自己，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滩狗屎。我的痛苦，我的委屈，在景雅的痛苦委屈面前，连一滩狗屎都不如。麻椒要磨成细粉状，还有收汁儿要注意火候，是吧？外边有人找，谁呀？不认识，一女的，长得还挺漂亮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白志勇。